大家好，今天早上上午的时间，看到窗外好像天阴了下来，就感觉今天应该也会下雨吧。但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应该下午才会下雨。上午呢应该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呢在32度左右。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适合骑行的时段。我想着就在村里面健身骑行一下我觉得人呢，作为自然界的一种高级的生物，有的说是唯一拥有思维能够提升自己的物种。那我觉得最忌讳的就是你不要与天斗、与地斗，最好也不要与人斗，就是跟这个自然界和平共处。包括呢，也要跟那些比人类要弱小的生物、动物、植物，大家友好相处。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一种状态。就人呢，可以在漫长的自我的完善过程当中，借助美好的自然环境，借助人和其他生物界的这种和谐的关系，这种确保呢，人就可以一路的发展下去在这个地球上，乃至将来发展到其他的星球、外太空。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放好心态的这么一件事而作为一个个体，人也不能跟自己斗。到了什么样的年纪，就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你的身体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那就要顺着来。像这种高温天气特别是高温的暴晒底下，真的不太适合强行的非要到这种大太阳底下去骑行，特别是不适合长时间的骑行。所以我的理解呢，就是在附近在比较安全的马路上骑个半个来小时，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健身的要求。其实也达不到什么增强肌肉锻炼这种运动的能力，而仅仅是呢维持一种机体新陈代谢的需要，就是以这种运动呢作为一种这个人体生化反应的一种机制，或者说是一种催化剂总之呢，就是顺势而为，不要逆流而上。当然在生活当中或者在骑行途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坡，有些也是你稍微用点力就能够克服的这种坡度呢，那还是要尽可能的骑上去就像人生需要克服一道又一道的坎一样今天呢，我就先在这条起伏大道上骑一阵，然后呢，准备拐到
怡湖湾，顺着祈福湖啊。今天的目标是骑行5圈，我相信这一个目标呢，应该是比较容易达成的。然后呢，就回家，在有空调的房间里面，边视频，看看视频，看看别人制作的一些视频，算是一种休闲，也是一种学习，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打算。今天呢，看到祈福新村的一个公众号发布的消息，就说祈福新村呢又增加了不少的停车位啊，其实就是我右侧的把这条马路啊拓宽以后增加的一些停车位吧。现在呢，我骑到怡湖湾后边的这条小路，因为这边呢有高楼遮挡太阳，所以这片呢是比较阴凉地带，而且呢有穿堂风嘛，迎着风呢骑行也比较的凉快。人呢都是这样啊，趋利避害，总是希望呢，也总是能够在可能的情况底下，给自己找到一处比较舒适的环境。今天早上呢，我看了一下我在 YouTube 上的视频啊，就是在多伦多旅行接近尾声时候拍了的一些视频的下面呢，又见到了一位友善的加拿大人的留言，而且他一口气给我留了3、4条这个留言，主要呢就是在观看了我视频当中啊，给我一些疑惑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解答，并且呢，对于多伦多的地铁交通的系统啊，做了一番描述。那同时呢，也善意的纠正了我在一些英文的拼法方面出现的错误啊。就总之呢，就非常感谢有这样的观众。这位观众呢，并非第一次给我留言了，所以呢，就真的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些观众的留言。当然，欢迎这种善意的留言越多越好。那我今天呢，也就在我现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
除了表达对这位观众的感谢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呢，就聊聊我自己做视频的一些小小心得。其实没什么心得，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无为而治，每天呢都在耕耘，但是不问收获的这种人。所以如果我要做一个农民的话呢，恐怕真的就是勤勤恳恳，但是呢最终可能也是一事无成的那种人吧。因为呢志不在此啊，就每天呢就是外面去走走，骑骑单车，然后享受一下自由自在的退休生活，如此而已，并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什么 UP 主，然后呢在这个有很多粉丝啊，变成一种网红那样子的。虽然我倒是在这样的一种比较闲适的生活状态中啊，时不时也会想起自己的责任，希望有朝一日呢，还是有可能把我的一些所学所知，可能对尤其是那些需要牙科保健服务和诊疗的朋友呢有帮助的一些知识啊，但是呢恐怕还得要等我生活状态更为稳定的时候啊，只能先在这边说声抱歉。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迟迟呢还是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人就这样啊，就是你如果说想要过一些自由自在就没有什么压力的生活呢，是最容易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这样我回过头来看看，已经做了1000多个视频了，但老实讲没有一个是我满意的，纯粹就是生活状态的一种记录，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分享。就大家呢在我的视频当中啊，可能偶然也会发现一些引起共鸣的地方，但更多的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就是一般的粗制滥造的一个写日记式的视频。你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 vlog， 就是专门用视频的方式来分享每天的生活点滴的这样的一种视频。所以呢就包括这次加拿大朋友留言的这些视频，基本上来讲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甚至在编的时候呢也没有去反复的推敲，因为每天都在这边更新啊，事实上也做不到。但是我已经尽可能的根据一些网友的建议，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口音啊等等啊，再加上这些录制的设备、录制的方法，会造成你说话呢有时候听不清，或者说吐字不清晰。那我呢尽量已经做了字幕啊，并且用了这个 caption 的功能，这也就是说呢放上了中文的简体、繁体、日语、英文等等这样的字幕啊。我觉得我已经是精力达到了极限了，所以真的很抱歉，我没有可能再去把每一个视频去做很好的推敲。就如果大家觉得我有些视频做的质量不高，那你就看下一个，如果觉得都不行，那就不要看了。大概我就是这种态度啊。所以呢做了也有那么1-2年的时间了吧，就并没有多少粉丝，我也不以为意，我觉得无所谓啊。我觉得有时候圈子小一点，其实可能就证明这些人才是你的真爱，也不一定啊。搞得那么博爱，弄了很多，那背后往往隐藏着很多的商业的目的啊，就是有利益的纠结。那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担心，说做视频以后挣不到钱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压根就没想过要靠做视频来挣钱。所以在村里这么随意的骑骑呢，也就跟大家来做一些小小的分享。但总之呢，我还是非常这个感谢啊，虽然不多，就是
个别的这种网友在我视频下面留言，基本上呢，我也是有问必答，有留言呢一定会回复，最起码呢也向大家表达一下我的感谢啊，这我觉得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吧。那除非是以后有了很多这样的留言，我没有办法一一回复的话呢，我也会统一一起回复表达感谢。这个大概就是我做油管视频的一些情况。现在呢，我已经在祈福湖转了第一圈，现在呢准备转第二圈啊。我还记得我今天要转5圈，因为我基本上算过，就如果说我在祈福湖转个4、5圈呢，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一天的基本的健身骑行所需要的运动量和消耗的能量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基本的。第一呢，也不会觉得很累；第二呢，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只是一种日常的骑行的保持而已。这个祈福湖，我觉得比较喜欢的呢，就是它有上坡和下坡。比方说，我现在呢就在上一个坡，但幸好呢，像这样的坡我不需要调这个变速啊，还是可以比较容易的骑上去。而祈福其他地方呢，有一些大坡，我即便是调了变速，我觉得我好像也骑不上去，那我就干脆放弃了。这个湖边呢，这些道路啊，有这些树木啊，都已经非常的茂盛了，所以骑在这样的路上呢，就不会暴晒。我觉得虽然有些坡啊，也非常值得来爬一爬。
我到了这边呢，我就转进来啊，就看看起伏湖的健康步道转一圈到底要多少米啊？这边呢是有一个终点，就你如果说骑行一圈呢，就是1380米，消耗的是1000多卡路里啊，不知道是不是准。一如既往的，这里很多的老年人、退休人员呢，在湖边阴凉的地方打牌下棋。这可能是中国的退休人员啊最热衷于的一种业余的生活。好，现在呢，我开始第3圈的骑行啊，也就是说呢，根据刚刚牌子上看到的，已经骑了2.5公里了。现在呢，云层又打开了，太阳光呢又洒在了身上啊，但幸好呢还稍稍有点风。
这已经是第4圈来骑行祈福湖畔的骑行道了。我这次去加拿大啊，无论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就看到有很多社区的小公园、大片的绿地啊等等。那里面呢，设施也算比较完善，就是有儿童乐园，有大人的散步道，有些呢还有专门骑行道。当然，像这些洗手间啊，这些设施呢，也是应有尽有。就这些设备吧，就是标配，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周到的地方，但是呢，已经成了他们老百姓生活的一种必需品了。那如果说我回到广州，我如果在市区里面的居民小区呢，因为场地所限，就这种绿地，这种有树林、有小湖或者小河的这种地方呢，就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在祈福生活了差不多20来年了，就这个地方呢，跟我去到的加拿大的其他的我见到的一些地方啊，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就这边呢，也是这种大型的社区，也有湖，有绿道，有树林，也有那些像野鸭。那一般的飞鸟就更多了，可能比较少的就是那种北方才能见到的松树啊，和在这些松树上面串上串下的小松鼠，就这个呢就差一些。同时呢，中国人讨厌乌鸦，就没有像加拿大满街都是乌鸦，当然还有鸽子。所以对我而言呢，就这种环境啊，基本上也就跟外面的普通人家生活的地方呢，差距不大。或许呢，这就是我当时选择上处于乡下地方的祈福新村来居住的主要的一种潜意识，或者一种内心的需求吧。虽然最后发现啊，这个地方呢，毕竟是在中国，就你在郊区买的房子，就这些房价呢，远远没有市区涨得那么多。就如果你把这个买房当成一种投资的话呢，可能你就没捞到什么好处啊。但是我觉得房子就是拿来住的，我在这边住，当时呢也少付出了一些代价啊，就让我还有一些余钱可以供小孩在这边读书，让小孩子呢在这边有一个相对不错的生活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反正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吧。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在这边住了20来年，我并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对的地方，还是蛮喜欢这个屋村。但是我也知道啊，就随着年纪的增大，随着孩子将来的他们要生活的地方，可能就不是我们在这边生活的地方了。所以终有一天呢，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孩子靠拢，倒不是说希望孩子们来关照或者说养我们，而仅仅呢就希望延续一种亲情，在他们的身边啊，
一个是互相有个照应，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啊，就是时不时会有一种天伦之乐。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在祈福还能够再住多久，但是只要在这边住一天呢，就开开心心的享受这个村里有的我们喜欢的这些绿地、湖滨，还有就是祈福新村里面绝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善良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好，现在呢，我就骑最后一圈，也是第5圈，在祈福湖边呢，再骑一圈啊。看来今天呢，还是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骑行的时段啊。我骑了好多圈了，有好多路段呢都是有林荫的。我自己感觉啊，并没有出太多的汗啊，还是感觉不错。昨天呢，我是黄昏出去骑行啊，就下雨前出去，结果淋了一身雨回来。当然，夏天的淋点雨啊，根本就是无所谓。今天呢，还算不错，等来了一个气温相对不高的上午。好，现在呢，我已经完成了在祈福湖边这5圈的骑行，感觉还是挺爽的。如果真的要骑的话，再让我骑5圈应该也不是个事儿。但是，一切都由得来，慢慢来。每天呢，就是完成一定的骑行任务就好。就听到湖边啊有人在开唱啊，就是中国人呢，还是真的从个性上来讲，还是比较自我，但是呢，每个人内心还是比较的弱，就有时候大家还是以一种集团意识，就大家抱团取暖，觉得人多力量大啊。就有时候你对这种事情是不是完全认同或者是喜欢，不好说，但大家都会抱在一块做同一件事情，觉得这样就符合自己的一种利益，最起码这个在哪怕是遭到人家指责的时候啊，觉得互相有个帮衬啊。因为老实讲，这种在大庭广众面前啊，尤其在居民区边上，用这种高音的喇叭播放的音乐，
随之在那边大唱特唱的行为，不管你唱什么歌，都是令人讨厌的，对别人呢实际上都是一种不利的。但很奇怪啊，这种事情的话，在中国，即便在祈福新这个小区里面，到处都是，所以也是只能见怪不怪，或者说无可奈何吧。看了一下相机呢，骑到这边刚刚骑了40分钟，我觉得也应该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带包，更没有带水，只是想着在村里就这么骑行了半个来小时，应该已经到骑行的量了。那在这边呢，我就打算回家去了。健身骑行呢，真的不在乎一天骑多少，最在乎的就是能够持续啊，最好每天呢都能够活动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总的里程就会加起来，就会让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些变化。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好了，那我在这边呢就跟大家说拜拜了。希望大家虽然面对的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但是还是要适当的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呢也是人的一种乐趣啊，让自己呢能够更加的活跃，无论在身体上还是思维上、思想上。我们改日出行再聊，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拜拜。